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时隔18年，案发现场重新出现的一个文凶，让警方苦查无果的悬案迎来新进展。这一次凶手会不会就是这个打扮得像个日本忍者的黑衣男子呢？历经18年，终于有了答案。故事内容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发生在1986年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，8月的中夏热得发烫，马路上燥热的空气为了解渴，不断舔舐着路人脸颊的汗滴。虽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，可人们流汗的速度依然没有停止，包括年轻女孩珍妮。此刻她正在匆匆往家赶，似乎只有家中的空调才能让她逃避令人窒息的酷暑。打开房门将钥匙挂好后，珍妮惊讶地发现男友加莱尔居然坐在沙发上，这把珍妮吓了一跳。原来今天是他们互相认识的纪念日，但珍妮却一时忘记了。话还没说完，男友就拿出了香槟。晚上，男友加莱尔早早地上床休息，而珍妮在忙完手头一些工作尾巴后，走进了浴室洗澡。到了半夜，还未熟睡的加莱尔听到客厅里传来的奇怪声音，走到楼下，加莱尔看到1楼窗户居然没关。阵阵晚风将窗帘拂起，正当他准备推上窗户时，却发现上面有很多泥土。正当加莱尔疑惑地扫视周围时，一个黑影突然扑上前来，两人直接扭打在一起，还因此撞到了客厅的家具。听到搏斗声音的珍妮马上来到1楼，在模糊的黑夜中，她看到2个黑影扭打在一起，其中一个人只穿着内裤和戴着手套。男友停止反抗后，这个黑影又把珍妮推到小卧室，还半跪在床上掐着她的脖子。恐慌的珍妮苦苦求饶，看着珍妮的身体，男人停止了殴打，并扯掉了珍妮的衣服，直到2个多小时后才离开。确定罪犯离开后，珍妮马上拨打了911报警电话。来到现场后，警方发现客厅有很多血迹，珍妮的男友加莱尔躺在地上，身上还有多处带血的伤口。在餐桌旁边的石膏墙面上，探员发现了带血的裂缝，而裂缝的轮廓与加莱尔身体非常吻合，这说明当时2人的扭打程度非常激烈。凶手直接把加莱尔撞到墙上。看着男友尸体被抬上救护车，珍妮来不及穿上外套，只是匆匆披上浴袍，就和男友一起上了车。看着男友僵硬的表情，她不断大声哭喊和请求医护人员，请你们救救他，救救他，求你们了。加莱尔遇害的事情传开后，立即引起了社区人们的同情。案发时他只有27岁，是个颜值和事业双双在线的男人，为人随和大方，跟别人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。和原配离婚后认识了珍妮，很多人都说这2人是郎才女貌，现在却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实在令人可惜。到了这里，幸存着珍妮的口供就成为重要的破案线索。珍妮说，凶手在杀害自己男友后，直接把自己推到卧室里强暴了他。虽然凶手待了很长时间，但因为光线昏暗和近视等原因，他只能大概记得凶手的样貌。对方留着很长的头发和胡子，身高不到6尺，年纪应该是20多岁。至于凶手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1楼客厅的，他也不知道，因为当时自己已经睡着了，是听到男友叫喊声才醒了过来。在提取了珍妮身上凶手留存下来的痕迹后，探员一边将其送往犯罪鉴定科鉴定，一边利用复原的画像在珍妮住所附近展开排查。最后一队人马则负责勘察现场。由于案发时已经是后半夜，很多工作只能拖到第2天进行。但对于珍妮的口供，探员却有很大的疑问，这个凶手是什么来路，居然只穿着内裤就跑到别人家作案，这脑回路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再说了，身着条内裤晃来晃去，不怕被人发现吗？为了验证珍妮口供的真实性，探员对她做了2次测谎，但结果都表明珍妮不像是在撒谎。后来探员用发光胺检测案发地，结果显示珍妮的确没撒谎。餐厅里被割开的纱窗表明，凶手大概率是从这里钻入了客厅。更巧的是，顺着这个窗户，凶手能看到浴室里珍妮洗澡时的身体轮廓。另外一边，主卧室窗户外花园土壤上，探员还发现了一个很像是臀印的形状。也许凶手当晚曾埋伏在这里等主人回家，并绕到餐厅的纱窗偷窥了珍妮洗澡。看到珍妮的曼妙身材后，起了贼胆，翻到房里准备作案。
可他却不知道加莱尔还在2楼，以为整个房子只有珍妮一人。根据凶手留存的痕迹，侧写师对他做了这样一个刻画：这个男人的年纪应该是22到27岁之间，至少有高中文凭学历。他的住所应该在案发地周围，而且步行距离非常小。侧写师甚至还猜测凶手还有精神创伤，体重会发生波动，案发后可能会因为合适的理由离开当地，因为这是凶手的第一次作案。整个过程很慌张很粗糙，而且他当时根本不想杀人。至于侧写师是怎么看出凶手精神有问题，体重还会发生波动，那小袁我就不知道了，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犯罪心理学吧。所以重点来了，如果凶手真的离开了当地，那 FBI 要怎么抓他呢？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DNA， 但这个方法成功的前提是凶手有案底。不出意外， DNA 这条线让大家失望了。但幸运的是，探员还是在血泊中发现了凶手的脚印，刚好其中一个就包含丰富的纹路细节，它就如同指纹般为 FBI 探员亮起了希望。接下来只需要逮住嫌疑人，对比下就可破案。于是探员以珍妮住所为中心，挨家挨户上门排查和询问。其中一个叫做比尔的18岁男子引起警方注意，他的住所与案发地相隔2条街道，父母搬到其他地方后，就只剩下他自己一人居住，而且他的身体刚好可以穿过纱窗。探员之所以会找到他，是因为比尔在案发后搬到密苏里州和父母一起居住，符合侧写师说的会逃离当地。还没等比尔反应过来，他就被2个人高马大的探员带回局里喝茶。当听到警方对自己的怀疑后，比尔一脸懵逼，这什么跟什么？你说老子是杀人凶手，还强奸了一个女人？兄弟，饭不可以乱吃，话更不能乱说。激动的比尔要求当场对比他的脚印，结果显示他脚掌的纹路和凶手相差甚远，所以比尔并不是凶手，第一嫌疑人被排除。整个案子因为缺乏有效线索，一直被挂在警局，这样一晃就过了很长时间。直到有一天，当地的拘留所的一个犯人向警方爆料说，1986年他的前舍友鲍勃有一天回来时浑身沾满了血迹，还说自己刚刚杀了个人。对比鲍勃的照片，他的外貌似乎和珍妮说的人有几分相像，尤其是他的长发和胡须。不但如此，鲍勃的妻子还告诉警方自己丈夫患有毒瘾，曾多次入室盗窃，筹集购买毒物的钱财。为了确定凶手到底是不是鲍勃，探员将鲍勃的照片与其他男人的照片混合在一起，让珍妮辨认。而珍妮扫视一圈后，直接就将手指指向了鲍勃。可长得像并不意味着鲍勃就是凶手。而这个时候 DNA 刑侦技术的出现，让警方能够进一步鉴定。法医比较了鲍勃和当年珍妮强奸检测试剂里的 DNA， 结果发现两者相差甚远，这说明凶手不是鲍勃。随后的脚掌纹路也证实了这点。为了找出这起凶手，警方翻遍了当地犯罪集团的案底，也排查了很多不良市民，可就是找不到凶手。案发后，珍妮搬离了原住所，到其他地方生活，而这座房子因为没有挂牌出售，一直静静躺在原地，似乎依然不肯放弃等待正义。在后来一次偶然机会中，探员办案路过这所房子，并再次进入了房子，可就是这一举动却成了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在进入房屋后，细心的探员发现地上居然多出了一个女人的文胸，当时她就在厨房间的地板上。探员回忆起之前搜查房屋时，并没有发现地上有个文胸，毕竟这么显眼的东西，他们不可能会错过。看着这个不像是新购买的文胸，警方马上将他带回局里，并致电珍妮前来辨认。虽然时隔多年，但珍妮对那晚发生的一切都记忆犹新，包括自己当天穿的这件内衣。探员推测这个文胸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，就像大多数强奸犯一样，他们很喜欢用女人的贴身衣物回味当时的感觉，就如同之前喜欢收藏高跟鞋的连环杀手杰罗姆。那凶手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？确定这个时间段又成了棘手的难题，因为当时这个文胸布满灰尘，所以他重返现场的日子应该有一段时间。直接排查凶手返回社区的具体时间段是项工作量非常庞大的任务，因为当地社区每天人来人往，车流量巨大。商讨一番后， FBI 探员换了个角度，为什么凶手要重回案发地？仅仅是为了回味自己的战果吗？还是说社区里有他亲朋好友之类的熟人呢？这件文胸的出现可以说是重大线索，可即使如此，
要想靠他揪出凶手，依然是大海捞针，希望渺茫。到了2004年，也就是案发后的18年，俄克拉荷马州艾德蒙小镇的居民斯科特发现最近2-3个月一直有人偷窥自己家人。斯科特虽然报了几次警，警方也埋伏了好几次，可每次都是空手而归。在后来某个夜晚，斯科特终于抓到了这个偷窥犯，他的名字叫做乔纳森。当时乔纳森全身上下都穿着全黑的衣服，就有点像日本忍者的打扮，只不过乔纳森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，全身只剩下2个眼睛和1个鼻孔没用黑布挡住。而斯科特在电视上看到了 FBI 发布的珍妮案后，他忽然想起这个凶手和这几个月来一直偷窥他家人的变态，会不会就是同一人呢？打开乔纳森的背包一看，里面装着数把匕首之类的刀具、3副铁手铐、1副塑胶手铐、各种开锁工具，甚至还有许多安全套、润滑液等其他性玩具。这么多工具说明乔纳森肯定是个老手。新上任的探员打开地图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，乔纳森的住所和18年前珍妮的住所仅仅相隔几个街道，而他也正是乔纳森退役回到当地后住的地方。在乔纳森住所的电脑中，探员还发现里面有很多儿童色情视频以及大量偷拍女性的照片。探员提取了他的右脚印，结果发现和当年的脚印纹路几乎一模一样，包括乔纳森的 DNA 亦是如此。警方终于将侵犯珍妮、杀害加莱尔的凶手送进了监狱。这份执着在经历了20年的等待后，终于得到了释怀。正如俗话说的，试问苍天饶过谁？监狱中的乔纳森透露，自己当年作案后离开当地去美军服役，负责军事情报部门的工作。退役后回到老家俄克拉荷马州，也就是此前那个老房子。可为什么他要重新回到这里呢？按照他的智商，他肯定知道自己被抓就肯定会立即成为头号嫌犯。心理学家猜测主要有2个原因，其一是强奸犯常见的恋物癖好，其二和他的经历有关。因为乔纳森此前就是负责一线的情报搜集工作，这训练了他如何隐蔽观察别人的技能。那个文凶的出现更是案件的转折点，他让警方知道当年那个凶手已经回到社区，所以才在媒体上发布消息。而正是因为这则新闻，让斯科特怀疑此前一直偷窥的人也许就是这个凶手。种种巧合凑在一起，最终让 FBI 抓住了逍遥18年的罪犯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